美国媒体认为，乌克兰战争的5个迹象是俄罗斯最后的喘息，真的有这么悲观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俄乌冲突打了2个多月之际，西方媒体开始出现了全面唱衰俄罗斯的观点，甚至认为俄罗斯的国运将因为这场战事而改变。那么情况真的会有那么严重吗？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发表了罗兰·汤普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俄罗斯的国运将会发生逆转的5个论点。这5个论点是：一、俄罗斯的军事表现非常糟糕，该国军队曾经被认为是以美军相类比的强大军事力量，现在证明俄军缺乏训练，缺乏主动性，其设备易毁，维护不善，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其军事领导人缺乏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环境的敏捷性。第二，俄罗斯社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影响军队士气。自开战以来，普京已经抓捕了几名军队和情报界的高层，说明战争的爆发与缺少有效的情报息息相关。第三，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已经陷入困境。在普京统治的早期，俄罗斯的经济表现良好，因为他从苏联解体中恢复过来了。但是从2014年开始，其经济发展又开始动摇，明显下滑。自普京2012年恢复总统职务以来，俄罗斯 GDP 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1.35%， 因此该国距离发达国家的标准依然非常遥远。俄罗斯的人均 GDP 在购买力评价方面目前仅排在全球的第55位，随着经济制裁的损失，这一数字可能会继续下降。俄罗斯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石化出口，这与世界经济转向可再生能源的趋势并不相符。俄罗斯除了航空航天产业以外，没有先进的产业竞争能力。第四，俄罗斯是工业化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人口正在萎缩，部分原因是妇女生育率为1，远低于稳定人口所需的2.1个孩子。此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又大大的加快了俄罗斯人离开自己国家的步伐。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数十万俄罗斯人移民西方国家，这意味着持续的人口外流是一个重大的人才流失。第五，俄罗斯为了增大其国际影响力，耗费了大量的有效资源。该国持久支持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在国外频频动用雇佣军，都没有合理的回报。以叙利亚同类型的国家还包括中亚国家以及白俄罗斯等等。那么他提出的这几条理由有道理吗？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是北约东扩造成的，是俄罗斯面临战略安全压力下的一次绝地反击，但是其战事推进的困难程度可能远比俄罗斯高层预计的要大。美国国防部长甚至直白地表示，美国想要的就是这么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战后真的会变得很虚弱吗？虽然此类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情况也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从安全层面上讲，俄罗斯在乌克兰不可能输，最坏的局面是无协议撤军，也就是惨胜。俄罗斯毕竟是全球最强大的核大国之一，国家安全有保障的底线。普京在国内也有足够的支持率，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不管俄乌冲突到何时结束，俄罗斯还是那个俄罗斯，只不过会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还是欧洲国家在军事上不得不面对的，也不敢惹的存在。其次，从经济发展的层面看，俄罗斯在欧洲方面失败后，还可以转向亚洲。俄罗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武器出口和能源出口，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围堵，其武器出口的未来前景堪忧。但在短期内，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依然不会被替代。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可以成为俄罗斯能源的替代市场。最后俄罗斯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会因为一次挫败而放弃努力。俄乌冲突引发的地面战争只是西方与俄罗斯较量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科技制裁、金融制裁等等。俄罗斯本身是一个有韧性的国家，其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某些矿产和资源在世界上的占比相当高。如果完全切断这些供应，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一定会去寻找替代西方的解决方案，比如面对金融制裁，以印度等国搞的卢比石油结算，
以及普京推出的天然气卢布等等。俄罗斯原本是个欧洲国家，又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不断侵略的国家，因此有着比较严重的不安全感。这次俄乌冲突就是俄罗斯对西方战略打压的绝地反击，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其战略目标，仍需继续观察。当然，也还要取决于俄罗斯人自己的感受。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俄罗斯变成一个不得不更加反西方的国家，这恐怕才是美国在未来必须认真面对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